天险枪，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你竟然只用2指就夹住了我的枪尖！我曾见过枪仙，见过枪仙的枪，你这枪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 这便是我的金龙变。明日你我若在战场上遇上叶鼎之，我会用出金龙变，你想办法使用18剑阵刺杀。啊！ 便只记到此处了。这是枪仙的金龙变。金龙变共33式，我并不擅长枪法。这13式，也只得其形，未得其意。方才若是枪仙出枪，第一枪时，你便已经死了。您究竟是何人？能结识枪仙，会阵金龙变之人，绝非普通的江湖人。 我并非世家弟子，当年曾有幸与枪仙并肩阻拦过魔教主人。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原来先生是抵御过魔教东征之人，是玉宅无礼了。先生请过。若我此次败了，会当如何呢？我只知道，若我去的是雪月城，此刻应当看着苍山雪，迎着风花雪月，天下无双，当有天下无双的气度。驾！大师兄。 这个人太可怕了，当哥，丹哥，埋伏在外门的那些弟子未能毒杀了苏长河，他似乎早有准备，一路闯了进来。就算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你依然比我更强吗？苏长河，丹哥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难道就只能认输了吗？认输？ 我绝不会向无名者认输。苏长河一意孤行，现在的他只有一个人，集结我们所有的兄弟，围剿苏长河。是。来不及了。这压根儿半点活路都不打算给我留，真是令人寒心。珍珠。 那陆玉斋只是一时被我震慑住，一旦内心的冲击过去，
就会察觉到我的身份不对，再想顺利赶到无双城城下，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。驾！大师兄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败，内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别烦我！当年能参与抵御魔教东征之人，能与枪仙并肩作战，仅仅看了几次，就能整整用出13式。听我命令，擂鼓给下面的关卡传令，拦住那个人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是。你走弟子道，到论武堂让剑长老派出问道4剑出城迎敌。是。撤！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间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；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——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，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
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遇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，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沈一，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不必啦，我不饿。忙了一日，怎会不饿？我今日特地问了隔壁宅子的王姐，原来我昨日那道菜少了一味调料，改善下便好了。苏沐雨，你每日上街走走路，买东西，还要帮我挑药材、煎药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不需要再多余做饭了。沈一每日看诊才是辛苦，这些琐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啊。苏沐雨，为什么你的剑法练得这么好？因为但是面却可以做得这么难吃，我不吃。也罢，毕竟是你的心血嘛。我明日出门买桂花糕补偿沈一，然后再问下王姐。苏沐雨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好，何事？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，总能成功的。练剑也是如此。这碗面，沈一还是先别吃了，等明日。为什么江湖之上人人练剑，但剑仙就那么几个？这世上有那么多大夫，为什么偏偏我是沈一？因为天赋不同。苏沐雨，有的事情不能强求。我初练剑之时，也有几分笨拙。说不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陈家大娘送来的鸡，她知道我在跟王姐学厨艺，特意送来练手的。既然天命所归，那便由我来露一手吧。
我跟我师傅学的药膳鸡窝，如何？好香啊！吃起来啊更香。尝尝。好。没想到神医这么会做饭，这段时间是我献丑了。不会做饭，不会做饭，我呢就只会做这一道菜，是小时候啊师傅教给我的。只是后来每次一做，我都会想起他，但每次一想到他，我就会很难过，所以后来就不做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的手艺啊还是如此精湛。抱歉啊，神爷。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看不开这点小事儿？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就算是神医，也没有办法。方才我做饭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难过了。再次想起他，心里是温暖。哇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剑饼啊！太好吃了，苏沐雨，快，你也快尝一块。这都等老半天了，都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呀？这怎么还不出来？出来了，这个好了。你怀孕了？怀孕了？什么？我还没成亲呢。骗你的。你呢？是最近肝火太旺，去那边排队，一会儿让苏公子给你拿点菊花茶回去泡泡。好。哎，牌子上写了，1日接诊30，今日名额已经满了。想要看病，请明日早些再来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许久不见了。谢先生。今日不看了，你们拿好今日发放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今日怎么这会儿就不看了？这个人啊是来看诊的，他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，若是你们再不走，染了病可就不好喽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走。这位乃是山前书院现任院监谢轩。如见仙，我来此地看书，察觉城中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，便想着来看一眼。你就是那个从来都没有练过剑，但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新百草的小师叔。辛先生的小师叔？对，童叟无欺。我和司空长风平辈，司空长风乃是辛先生的半个徒弟，那神医比我足足高了2个辈分，我得喊你一声师叔祖。失敬，见过白神医。嘿，原来我这么了不起的吗？没想到还能在南安城遇到谢先生。先生来此，是特地前来找我的吗？
想知道你来南安城的目的。不是为了杀人。那便无事了。难得见面，不如留下来吃顿饭。难得见你笑一次。客官，慢用。姑娘，来份刚出炉的桂花糕。看姑娘面生，是来南安城玩的吧？不，寻人。哦，寻人。你慢用。采撷无缺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不开，窍窍不通。所做的东西，自然不可视，不可闻，不可食。哇，好香啊！没想到如剑仙居然还是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天下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会做的自然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愿闻其详。苏沐雨、谢轩，你们俩改行了？李城主，城主。这位姑娘便是雪月城的二城主李寒衣。雪月剑仙，想必你就是当时负责医治暗河大家长的神医了。没想到就这般年轻。你就是那个创出了夜袭花尘剑法，能一剑引来漫山茶花的雪月剑仙。是。你手中的这个就是藏于昆仑山之中，能一剑冻出天边晚霞的人间第一寒剑天马冰河。这剑如何？得看握剑的人如何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呢？传说中的月溪花尘，该是怎样的人间盛景啊？能否让我一饱眼福？神医，剑仙不会随意出手，他们一出剑，便能引来满城风雪。是。我不会随意出剑的，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或许我会随时出剑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曾一起对战过魔教教主叶鼎之。至于朋友，江湖上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敌人，亦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朋友。我和李城主的关系很亲近的。我乃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你家三城主司空长风，曾在我药王谷中学艺，算是小百草的半个徒弟吧。说起来，这司空长风得叫我一声师叔祖。神医还真是活学活用啊！没想到神医这么年轻，竟是药王的小师叔。如假包换，失敬了。
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就是辈分太高了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很老实的。其实啊，我阿娘是镇西侯府世子妃温洛玉的亲姐妹，你家大城主百里东君是我表哥。师兄是你表哥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留下来，一起吃个饭吧。走。嘿。好香啊！神医的酒量很好，自然是海量，而且这酒啊很好喝的，有一股桃花香，还很甜。桃花香，是望城山的一位朋友来看病时留下的，说是他的掌教师弟所酿。他的那个掌教师弟的剑法，如今啊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技。虽然他的剑法我没有见过，但是他这酒确实酿得不错。这酒好喝，好喝。李姑娘虽容颜绝色，却冷若冰霜，好似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兴趣。还以为只会说一句还好，没想到竟会直接的夸赞。看来这酒啊是真的不错。饭菜都齐了，吃饭吧。你也受了不小的伤，应该抓紧时间运功疗伤。这么守在这里，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离开仙山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。而且萧瑟晕倒之前的那句话让我很不安：什么叫做先救天启再救他？放心吧，我会尽快让他清醒过来的。虽然我的武功5年之内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，我来。5年、10年，就算我再也不能用武功也可以。我和他是同一个师傅，修的又是同一门武功，所以可以助他。千柳姑娘的好意心领了，还是去门外等候吧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醒的萧瑟。那就多谢积雪姑娘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快去吧。真是个傻丫头。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突然有了一种没有萧瑟就不知道做什么的感觉。以前还总是嫌他烦，但只要有他在，咱的事儿总是能成。这就是萧瑟，总能给人一种信赖感。其实要做什么都不难，谁来了把谁砍了就是。哇，还是师姐威武霸气，有你在，我都不是最直接的那一个了。臭小子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骂我。哎，师姐，你怎么看起来像刚哭过？刘姐，你说萧瑟应该真的不会出事吧？刘姐，都怪你乱说话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我听说六哥和孤剑仙对剑的时候受了伤，我特意来看看你。他没事，王爷请回吧。我人都来了，你们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，这就是永安王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放弃吧，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无心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陆金阳。
你的伤？积雪把一身内力都给了我，现在昏迷过去了，但给了我一次再战的机会。刘杰，身上有伤别硬撑。我没事。我们先去把吴昕给救下来吧。萧雨，你找我，我在这。不愧是那个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萧楚河。萧雨，这次你真的过分了。过分吗？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可以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从小到大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的武学和财富在诸皇子中只能排第2。稷下学宫里，你入学便是祭酒门下弟子，我勤修武学，而你17岁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名扬天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我想要出头，就必须除了你。后来，你离开了天启城，我也终于获得了我的成就和瞩目。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。短短4年之后，你竟然又出现了。千金台之眼，你把所有人都逼了过去，连父皇都亲自到场。琅琊军兵变，眼看着已经打进了皇宫，你偏偏3言2语就把10万大军赶走。孤剑仙，问剑天启，你伸手都能引来天斩之剑，向天下昭示你就是天选君主。六哥，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居然说我过分，这合适吗？笑话！难道就因为别人比你优秀，你就要害人吗？本王跟你们不一样，甘愿屈居人下，听人差遣。本王要做人上人，谁敢挡本王的道，本王就要除掉谁。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要打便打吧。六哥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萧雨啊，你今天跟往常不太一样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你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比较冷静，不爱表露内心。可你现在把内心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说明你很不冷静。我做梦都在想这一天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我当然按捺不住我的兴奋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。是吗？就靠我这个朋友？是啊，看着你被自己最好的兄弟杀死，可真是令人兴奋呐。那个风华绝代、算计人心的吴昕，为什么会失算成为药人？他若想逃，什么地方拦得住他？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变成这副模样？天启城里能够为他铺后路的人是谁？他能够信赖的人又是谁？是我，还有刘杰。你猜的不错。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刘杰，用无敌伏魔神通。好。这套枪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的怎么样了。厮死！感觉吴昕的杀气没有方才那么重了。那我就是没猜错，这套拳法可以正心我去邪祟，对这药人之术同样的压制效果。吴昕，
不信！守着我手不信！你明知可真无信！看着我，看你的心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自己的心，名叫无心，可真无心！大到无心大爱无边，情是因你缘起，缘起云难解，回首相逢，清风明月，无怨无心无畏无怨。道是一世伤，一世难，山河是难藏。苍生难渡对明人间，大道无心大爱无缘。刘姐，做得好。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好不好？刘姐，你没事吧？拜，我拜了吗？雨儿，母妃，萧瑟，我真的好想抱着你大哭一场。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无奈啊！一个个敌人打也打不完，我们这边非死即残。大敌当前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打不动了。看来还是你我一战。白日里那一剑，是天时所成，剑意所致。此时此刻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还有我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次出场，又是在如此危机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中啊？这难道或许真的就是天命？我无心命中注定，就是那天神临世，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臭不要脸！不错，救出我的果然是你们二人。心魔影，大自在秘法神通，练得不错。是大自在天下无敌伏魔神通。哎，那当时随便起的名字，你记得还挺清楚。诗儿，你竟然……母亲，你走了又回来，是要带着我这个兄弟吗？不是，师兄，你带雨儿走。娘娘，事到如今，一切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萧雨想杀我，争抢皇位，我不在意，但是他害死了我的朋友。他今晚发动天启之乱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他甚至勾结男爵，入侵北里，又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他。你是要杀了雨儿吗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！我终于是那个被选择的人了。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不过母亲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离开天启了？还有你，不要一副以为自己赢了的样子，还没结束呢。师妹，我猜你是想以这东西胁迫我和孤剑仙为你杀人吧？他居然给他的母亲也偷偷下了要人之书。雨儿，你大逆不道！殿下，师兄住手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在那日见到母亲之时，我便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落入你的陷阱，被制成药人，
我不懂药蛊之术，所以只能让自己身陷囹圄。降妖为魔，6根清净。退。云锦，时儿，好。 真是令人感动的母子重逢。果然，你心里只有那一个家庭。你走吧，带着你这个儿子走吧，一辈子也别回天启城了。愚蠢！师妹今生若不是因为你，根本就不会过得如此痛苦。你还如此的去伤害她。师兄，文君。 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义父，你这一生痴爱母妃，自然是会为她说话。好，我就让你听听那些陈年往事。当年师妹和叶鼎之已经逃出了天启城，他们隐居在姑苏城外，但却又被人骗回了天启。你想想。 是什么让他放下了眼下的幸福，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牢笼里面？是你，我。当年有人假传我的话，说你在天启染上重疾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天启，也就此，他被困在天启。 引发了魔教东征，而第二次，我本可以带他离开天启，可他又拒绝了，是因为他跟萧若锦做了交易，要保住吴昕的命，也要保住你皇族的位置。这些话不过只是托词罢了。 是托词。我曾无数次的说要来到天启，都被他拒绝了，因为他看穿了你根本就不想放弃你皇族的身份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他在为你隐忍，在为你承担。 你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吗？愚蠢！是你放弃了所有人。萧雨，你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，其实你得到的宠爱也很多。我母妃早逝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向往的，可你执着的，想要与我争抢的。 都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。师兄，尽快带雨儿走。师妹，可这个畜生，他对你下毒。娘娘，做错事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 萧瑟今天就是一死，也不会放萧雨离开这里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他必须去大理寺，由父皇定罪。原来我这一生是最大的笑话。
老七，事到如今还是不服吗？只有自己先看不起别人，才能不被别人看不起。女儿，女儿，殿下，女儿，女儿，女儿。夏雪，那是七弟吗？他怎么会在那儿？七皇子今天在稷下学堂与其他皇子打架，被升上罚跪。七弟虽然调皮，但一向知分寸，为何会无缘无故的打架？因为七皇子不服气功课成绩排在六皇子后面，结果被其他皇子嘲笑。有皇子拿宣妃娘娘的事来说话，七皇子一怒之下，哎，六皇子。你就是我的六哥。有一天我会赢你的。